大家好，欢迎来到红石口袋，我是鱼竿。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些生活里面的小确幸。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在这个场景拍摄了，因为前阵子比较忙，然后加上皮肤状况又比较差。其实我现在皮肤过敏也是持续中，我到底是对什么过敏？我该不会是对没出国过敏吧？好，那总之我今天要讲的是我最近突然想到的一个主题。大家有没有过，就是你在生活很日常的这种在过日子的时候发生的一些很小很废的事情，但是却可以让你感受到非常幸福的瞬间呢？大家可能会想说，哦，那不就是小确幸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心里想说，小确幸这种事情呢，可能比较像是你主动去发现它的，像是可能在很忙很累的时候泡一杯咖啡，或者是洗个热水澡这类的事情。但是我今天想要讲的这种小确幸呢，是真的是小到不行，而且是会在人生中不经意的发生的这种小事情。大家会讲说，哦，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我今天列举了大概10个我自己人生中觉得是一些蛮废的小确幸。那我们就速速的来看一下第一个我觉得是大家可能比较共鸣的。第一个就是你在插钥匙或是插 USB 的时候一次到位。大家应该非常有共鸣吧，就是需要调位置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可以一次就是插到位，就是像是你从包包里面拿出钥匙，或是拿 USB 要插的时候，你不用再这样对那个齿痕啊，或者是方向，然后直接就可以这样插进去的时候，舒服，大概就是这种小事情。而且这种事情是即使这个小确幸没有发生，即使你需要看一下那个有没有插歪，你也不会感到不悦，就是这种小事。OK， 那我们就马上来第二个哦。第二个就是当你在撕泡面的纸的时候，漂亮的撕开它。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就是这有什么好幸福？但对我来说，就是如果它撕开的时候，就是漂漂亮亮的，没有残胶，或者是那个盖子没有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心里一阵温暖，你知道吗？就觉得今天是好日子的那种感觉。第三个就是当钱包里面的1块钱刚好用完的时候。好，现在是一个人要107就对了，来看一下，说不定有零钱。1、2、3、4、5、7、6，你少一个7。现在其实我很少会在便利商店真的付现，因为我们现在大多都是用电子支付的，但是还是很常会去什么小吃摊啊，或者是有时候临时搭计程车没有电子支付的时候，会遇到还是得要付现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零钱就会越来越多，因为平常提钱可能就是1000块，然后几百块这样在钱包里面，然后很多零钱的时候不就会很阿杂嘛，然后又很重，尤其是1块钱，1块钱真的是废到不行。你路上看到1块钱，你都不见得会去捡，因为就是1块钱就是一个很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今天去买东西的时候，刚好可以把这个1块钱花完，你不是觉得超开心的吗？而且不是5块钱，不是10块钱，也不是50块，就是1块钱。像是你去买一个63块的东西，但是你的钱包里面只有1003块的时候，即使你还是多了一些零钱，但是那个3块花完，你就是会让你感觉到。第4个就是当你闹钟按掉赖床之后，还是来得及出门这件事情。就是还是没有睡过头，可能是我自己太怠惰了。我是一个很容易按了闹钟之后继续睡的人。就是当你把闹钟按掉的时候，之后的那段时间，你不觉得过得飞快吗？就是比起你平常的1分钟，你那个时候的1分钟似乎就是只有0.1秒的那种感觉。所以你闹钟按掉之后，你就是啊，没关系，我再睡一下好了。你在惊醒的时候，你已经可能迟了很久了，甚至你不小心多睡了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但是如果在这个惊醒的时候，你把手机拿起来一看，发现，我还是有时间的啊的那个瞬间，你不觉得就是赞？
我现在就是一个可以操控我时间的神这样子。会有这种感觉吗？再下一个是第五个，第五个就是老板会主动问你要不要加香菜或是葱的时候。哇，这大概只有我可以理解吧，就是同时不爱吃香菜又不爱吃葱啊，也许其中一个也 OK， 就是当老板告诉你说加香菜 OK 吗，或是这里面有葱 OK 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这世界真是充满了温暖，你不觉得很爽吗？就是我忘记这件事情，但是老板有帮我想起来。然后有的时候你在那个外送平台上，然后看，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选项是不加葱、不加香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受到了上天的眷顾。不会吗？应该会吧，就是会觉得哦，我好幸福哦，我被全世界照顾着。大家都知道会有不爱吃香菜跟葱的人的那种感觉。第六个我觉得超废，但是我听到别人分享给我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幸福。就是当我在吃粽子的时候，一拉就是对的那条线。你知道粽子就是它很多条线，然后最后那个绳子在煮的过程中就会呈现一个散开的状况，导致你最后在拆线的时候，上面就是各式各样的结缠在那边。但是就是只有一根绳子是对的，那你把它拉出来的时候，整个粽子就可以顺利的解开。在拉到对的那根绳子的时候，真的是心情会极好我觉得想到这件事情的朋友真是太屌了，给你100分。再来第7个就是不需要思考要吃什么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即使现在就是有一些外送平台，或者是有一些就是 App 可以让选择困难的人可以决定要吃什么，但是在你必须做出选择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麻烦的，很浪费时间，而且对于有选择困难的人，其实真的非常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发生就是最后大家都一直在吃一样的东西，就是不然我们就吃什么卤肉饭啊，不然我们就吃锅贴啊，不然就怎样。但是在你下这个决定你要吃一如往常的那些东西之前，你还是历经了一阵子的思考。所以当你不需要去思考要吃什么的时候，你就觉得，阿胖应该也蛮快乐的，因为他也不需要思考要吃什么。就是当别人会告诉你说，我们晚上去吃火锅好不好？我们明天吃什么好不好？下礼拜吃什么好不好？就是当你就是确实的知道那天或是现在今晚几个小时后可以吃什么那个瞬间，你就觉得踏实，好像我的人生节省了一堆时间在思考上，很棒。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帮别人决定要吃什么的那个人，你会是胜利组。再来第8个，就是你很不想去的聚会被取消了。多少会有这种情况吧。我说的聚会不是说那种必须得去的开会啊，或者是去上学啊，或者是可能一些就是比较公事的聚会，而是说它可能是一个饭局，或者是一个派对，或是帮某人庆生这类的事情，但是你不想去。比较常见的就是可能是跟长辈吃饭，或者是可能弟弟妹妹周边的人的一些聚会啊，你其实并不想去，虽然你知道去了你也不会觉得很无聊还是干什么，但其实你就是打从心底的很不想要浪费这个时间去那个聚会的时候，你收到这个聚会取消的通知，哇，那瞬间应该是觉得我不知道该讲什么，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幸福感吧。第九个的话是我自己比较强迫症的感觉，就是当我手机快没电的时候，刚好到了一个我可以充电的地方。对大家可能是办公室或是很多其他的地方，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我家任何一个我知道哪里可以充电的地方。虽然我是一个随身都会携带行动电源的人，但是你不觉得行动电源拿出来，然后要接线，然后要从包包里面有一条线出来插着手机，然后这样滑，这件事情有一点麻烦吗？所以当我们发现手机可能剩20%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进行这个动作。但是如果它在20%的时候，我可能刚好在距离家里10分钟的路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不需要把我的行动电源拿出来嘞，我不需要进行这个复杂的行为，我就可以平安的滑着我的手机，然后回到家里，很开心。虽然没有到那么开心，但是就是会蛮开心的吧。不用拿出行动电源接手机这件事，而且你行动电源的电就还是那么多，你不需要回家再把你的行动电源拿出来充电，很赞啊，不觉得吗？今天我讲的事情应该都蛮赞的吧。最后一个我觉得见仁见智，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棒，就是当我进到电梯的时候，我想去的楼层已经有人按了。这
不是说就是我进电梯的时候里面没人，这样就会变得有点灵异，有点恐怖。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去百货公司或者去那种办公大楼，然后或者是学校的电梯的时候，你进去的时候里面有一些人嘛，然后大家都有各自要去的楼层，你要去5楼，然后5楼已经有人按了的时候，就觉得就是我不用哦，不好意思，然后按那个楼层，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很让人感到很。那叫什么？就很踏实，也踏实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可能仅适用于不是家里的情况，因为现在很多大楼可能一层也只有2、3户，所以如果都要去同一层的话，其实是有一点小尴尬的。因为现在好像大家不太习惯跟邻居长时间的相处，所以如果你是去那种就是我刚刚举例的那些地方，然后楼层有人按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棒。我自己觉得，如果回家的时候刚好有人帮忙感应那个感应扣，然后问你说你是要去几楼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觉得就是有一种微小的幸福感。OK， 以上10件事情就是我最近整理出来人生中一些非常废的小确幸的事情。那对你来说，你有没有遇过什么非常废的小确幸呢？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那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请记得按个喜欢，想继续看可按订阅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这很难呢。这原本靠背。我放弃这个了，我放弃这个。哦，还来得及。哦，不能演这种东西啊！